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经典的面包——菠萝包。在制作的前一天，需要提前制作中种面团。我会把中种面团的制作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。把煮面团中除了黄油之外的所有材料都加入到搅拌盆中，用厨师机3档搅拌大约10分钟。抻开一小块面团检查，这个时候已经能形成粗糙的膜，说明面筋已经开始形成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。因为油脂会阻碍面筋的形成，所以在和面的时候一般都是最后才加入黄油。用勺子将黄油抹开，帮助它快速的吸收，然后继续用厨师机3档搅拌15到20分钟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来检查面团，你会发现面团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它变得非常的柔软，并且轻轻一抻就可以抻出很大一片透光的薄膜。这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完全扩展阶段。提起面团，把它像这样不断的向后折，就可以形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把整理好的面团放到盆中，盖上盖子，室温发酵40分钟。在面团发酵期间，我们来制作菠萝包上的酥皮。提前将黄油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在室温下软化。软化到用手指能戳出一个洞的程度，然后加入白砂糖，搅拌均匀。如果你没有时间提前将黄油在室温下软化，可以用微波炉加热，每次大概加热5秒左右，不要过度加热，把黄油彻底融化了。黄油和糖搅拌均匀之后，分2次加入鸡蛋液，然后搅拌至鸡蛋液全部被吸收。一定要等第1次的鸡蛋液全部被吸收之后，再加入第2次鸡蛋液，否则会造成水油分离。搅拌均匀之后，筛入低筋面粉，然后再筛入奶粉。用刮刀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。可以采用这种碾压的方式，帮助面粉快速被吸收。当面粉全部被吸收之后，可以用手稍微揉搓一下，把它揉成一个小团儿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拿到冰箱去冷藏。40分钟之后，我们的面团已经长到了2倍大。用手蘸取面粉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它现在既不回缩也不反弹，就说明已经发好了。将面团转移到撒了手粉的案板上，用手按压面团进行排气。排气是为了去除面团中的大气泡，让气泡重新均匀的分布，使最终的成品更加的细腻。将面团平均分为8份，最好能用电子秤称一下，确保每一小块面团的重量都一致。分割好后，将每一块面团都搓圆，注意这里的手法，向前推，然后向后拉。向前推，然后向后拉的方式，将每块面团都搓成一个小球。盖上保鲜膜，让面团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菠萝包上的酥皮。把酥皮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搓成一个长条，然后平均分为8份。在这里也是一样，最好用电子秤来称一下，确保每一小块面团重量都一致。将酥皮搓圆，放在一块保鲜膜的一端，然后将保鲜膜的另一端盖上，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圆形。擀到大概能够覆盖一个面包的表面大小就可以了。取一个已经醒好的面团，继续将它滚圆。将刚才擀好的酥皮盖在面包的表面，然后慢慢的撕下保鲜膜。小心地将酥皮包在面团上。酥皮包好后，用小刀在表面压出纹路，注意用压的方式，而不是用划的方式，划会破坏酥皮的完整性。
将整形好的菠萝包排列在不粘的烤盘上，注意面包与面包之间要留一定的距离。将面包放到温暖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，大约1个小时。可以放在烤箱里，然后把烤箱灯打开，创造一个温暖的环境。1个小时后，将面包从烤箱中拿出来，然后把烤箱预热至180摄氏度或350华氏度。看看我们的面包，这个时候已经发酵到1.5到2倍大了。在酥皮的表面轻轻刷上一层蛋黄液，刷蛋黄是让面包的色泽更加金黄。烤箱预热好后，将面包放到烤箱中层，烤至15分钟。将烤好的面包小心地转移到烤架上，稍微晾凉。趁热掰开一个，先尝一尝。面包非常松软，表面的酥皮酥脆香甜。也可以趁热将面包横向切开，放入一片冰的黄油，做成冰火菠萝油。菠萝包趁着温热吃是最好吃的。如果一次吃不完，可以等晾凉之后放入保鲜袋，然后放入冰箱里冷冻保存。下次吃之前，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自然解冻，然后用烤箱180摄氏度烤5分钟，就又可以吃到酥脆的菠萝包了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